今集想同大家比較下位置同樣喺佐敦附近嘅普慶同埋紅煙窗午餐嘅自助餐，兩間成人嘅價錢都係200零蚊左右，就可以任食生蠔。到底邊一間抵啲呢？今集就會由價錢、生蠔、海鮮、熱食同埋甜品方面比較，我哋一齊去睇真啲啊 ！Let's go！如果你對酒店自助餐分析都有興趣嘅話，就記得訂閱我啦。先嚟講下位於日東酒店嘅普慶餐廳，佢哋嘅官網部分日子都會有半價嘅優惠，連埋加一之後，成人大概係250蚊左右。至於位於佐敦地鐵站上蓋恒豐酒店入邊嘅紅煙窗餐廳，經 KKday 或者官網訂，連埋加一大概係239蚊左右。平台會因為唔同嘅時段而更新，建議大家訂之前比較下價錢。訂座嘅連結我會放喺資訊欄嗰度。釐清翻先，今次係冇贊助嘅。之前出過2條片係拍佢哋嘅食物詳細介紹，未睇過可以睇翻以上嘅連結。首先嚟比較下香港人最關心嘅生蠔，兩間都有即開嘅生蠔，兩間嘅新鮮度我都係滿意嘅，而且生蠔嘅尺寸都幾大隻。都有10 cm 左右，當中紅煙窗餐廳仲提供咗2款唔同品種嘅生蠔添，同樣係屬於比較大隻嘅類型。200零蚊仲提供咗2款唔同嘅生蠔，真係唔話得噶啦。如果淨係比較生蠔嘅品質，我覺得兩間差唔多，但係紅煙窗就提供咗2種唔同嘅品種，選擇明顯多。如果係特別中意食生蠔嘅話呢，我就覺得紅煙窗喺呢個環節就略勝一籌啦。講到其他海鮮，兩間就各有特色。海鮮方面，普慶最大嘅亮點就係提供比較少見嘅麵包蟹，另外仲會見到有少量嘅龍蝦。刺身方面亦都提供咗4款，整體海鮮嘅配置其實都相當有誠意嘅。至於紅煙窗，除咗提供2款生蠔之外，佢哋仲有長腳蟹，亦都同樣提供咗4款嘅刺身。另外佢哋仲有即製嘅鐵板扇貝。所以我覺得兩間海鮮方面都各有優勢，睇下你係偏好麵包蟹定係長腳蟹啦。至於熱食呢，我就覺得普慶明顯係比較好嘅，因為佢整體嘅熱食選擇幾豐富，唔同區域嘅主題分得好清楚，好似有中式熱盤係嚟自樓上嘅米芝蓮餐廳日東軒，整體嘅質素都幾有驚喜噶。至於切肉區，除咗牛肉之外，仲有羊髀、烤雞等等，感覺都幾有酒店嘅自助餐 feel。佢哋嘅炒麵同埋炒飯都加入咗啲龍蝦同埋伊比利亞火腿呢啲貴價嘅食材，整體嘅感覺好有誠意。而熱盤方面，當時係做緊西班牙嘅主題，佢哋都推出咗西班牙海鮮飯呢啲特色嘅菜式，仲有即炸天婦羅區，感覺都幾應有盡有。相比之下，紅煙窗嘅月食雖然比較少，但係都有芝士海蝦、清蒸魚等等，而佢哋嘅牛肉食落去都幾滑身，感覺上面幾有驚喜。不過以選擇嘅種類、主題嘅分區同埋精緻度比較嘅話呢，我就覺得普慶好啲啦。所以如果你本身比較重視熱食，又想樣樣都試到，我就比較推薦普慶餐廳啦。講到我最中意嘅甜品，我同樣係比較推薦普慶餐廳。整體嚟講，佢哋嘅選擇幾多，除咗一般嘅蛋糕甜品之外，仲有佢哋嘅主題甜品、朱古力甜品，層次都幾豐富。另外，佢哋提供咗10款嘅 muffin 皮雪糕，有時候5星級酒店都冇咁多款可以揀噶。仲有埋雪糕蛙火筒，加上有巴斯克芝士蛋糕。如果你好似我咁中意食雪糕嘅話呢，係幾加分嘅。為咗配合西班牙做主題嘅自助餐，佢哋仲提供咗即炸嘅西班牙油條 churros， 但炸出嚟嘅口感呢就偏硬，但係確實幾有特色嘅。相比之下，紅煙窗餐廳嘅甜品區都唔差嘅，佢哋有香港比較少見嘅自動班戟製作機，啟動部機之後大概1分鐘就會有熱辣辣嘅班戟，仲有幾滑身嘅北海道牛奶布甸、懷舊啫喱杯，仲有熱辣辣即製嘅班戟專區。而雪糕都提供咗5款唔同嘅口味，當中仲有限量版。佢哋嘅雪糕仲係用緊獨立包裝，出邊已經買少見少噶啦。如果比較甜品嘅款式、質量、
精緻度同埋整體嘅視覺效果，我仍然係覺得普慶餐廳比較好嘅。講到環境同埋交通，兩間都非常之方便，而且同樣係鄰近港鐵佐敦站。紅煙窗餐廳係位於恒豐酒店，最大嘅優勢就喺港鐵佐敦站上蓋。出咗佐敦站 E 出口之後，基本上可以直接到酒店，落雨或者夏天都比較方便。而位於日東酒店嘅普慶餐廳，雖然佢就唔係連住港鐵站，不過行過去都係幾分鐘嘅啫，都唔算遠。不過整體嘅環境就比較開揚，同埋座位比較多，所以空間感比較大，而且坐喺度都幾有酒店嘅感覺。所以如果你係重視交通方便，我覺得紅煙窗餐廳喺佐敦站上蓋就真係幾方便嘅。但係如果比較着重環境、整體嘅酒店 buffet 氣氛，我就覺得普慶餐廳比較好啦。如果做總結，其實兩間餐廳都各有特色。如果你係比較重視熱食、甜品同埋酒店氣氛，我自己就比較推薦普慶餐廳，因為佢哋嘅整體款式都幾豐富，甜品嘅選擇特別係雪糕都幾多。佢哋仲會送遊戲代幣俾客人玩夾公仔機，呢啲小互動其實係香港嘅自助餐係比較少見嘅。如果你係想用200幾蚊盡量食多啲生蠔同海鮮，我就覺得紅煙窗餐廳好值得考慮。佢哋除咗有2款嘅生蠔之外，仲有長腳蟹同埋其他海鮮。整體嚟講，揀邊一間就睇下重視 buffet 嘅層次感定係海鮮嘅選擇。而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普慶餐廳嘅。好啦，今集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對酒店自助餐分析都有興趣嘅話，就記得訂閱我啦。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就麻煩你按讚、分享、留言啦。我哋下次見，多謝晒。